大家好，我是宋新之。2月3号，美国反映有一个高空的空飘气球一直在美国上空，随着西风带由西向东，从加拿大一直飘到了美国，现在还在美国上空转悠着。美国军方对这个事儿非常紧张，甚至军方高层开会，研究怎么办，是不是要击落，要不要起飞 F-22？这个需要向大家解释一下，为什么会出现这样一个情况？一个从大气层的分层来说，在12000米以上，这个飞行高度飞行的时候呢，尤其是冬天会面临一个就是北半球吧，北半球越靠北一点，这个风就越强，叫做强烈的西风带。这个西风带的这个风力，我看到的气象资料是能够达到每小时200公里以上。这个速度还是非常快的。你就是一个自己没有动力的气球，飞到这个高度上，随风飘，那就可以，沿着中国、朝鲜、这个俄罗斯的北部，一直到加拿大、到美国这绕一圈，甚至欧洲，这个它自己没有动力的这种轻于空气的，就像气球这一类的，飞艇这一类的，那么都是可以在这个高度层叫平流层。什么叫平流层呢？它是个对流层，12000米以下的对流层，空气有垂直运动，就热空气上升，冷空气下降，这样会形成云，形成雨、降水，气象现象比较丰富。到平流层呢，它已经没有这个垂直的运动了，空气是水平运动的，于是就发生了我们刚才说的西风带。这个西风带呢，是一个很强劲的，大气层中跟地球自转有关形成的这么一个气流。这个气流呢，如果你这个飞行器能飞到这个高度，不管你是飞机还是气球还是飞艇，顺便解释一下，气球就是没有动力的，飞艇呢是轻于空气的，也是一个大气囊，然后它有动力。那么一般这个动力呢也不是很强劲，飞行速度也比较慢，所以它基本上还是顺风飘，但是稍微自己能自主调整一下位置。现在飞进美国的这个是气球还是飞艇？有的说是飞艇，有的说是气球，但是这个肯定是达到了12000米以上。我们以前看到的这个高度上飞行的这种类似轻于空气的飞行器，大约都是在12000米到16000米，甚至17000米这个高度上，就是飞机还能够得着。这种飞行器呢，一般都是挂在一个下面有个吊篮，或者是附带一个舱室，它呢是专门收集大气资料的，比如说气压，这个空气的温度、湿度，还有露点温度。露点温度就是凝结要不要形成云，但这个高度上一般已经没有云了。那么中国的这个据外交部反映呢，就是一次气象探测，但这个气球也好，这个飞艇也好，它失控了，上去以后，比如动力消失，那它只能随风走，随风走的结果呢，就飞到美国去了，美国就一通心跳紧张，就是感觉要不要拦截，最后商量的结果还是算了，不要拦截，因为一般的这种轻于空气的飞行器，气球也好，飞艇也好，它携带的侦察设备只不过是大气层的数据侦察，因为为什么它对地面的侦察它不太重要？它航迹不可控，就是属于随风飘，走哪儿算哪儿。你说我要侦察这个纽约，它不一定能飞到纽约上空，这没准儿。这个飘呢，就是随风走。在二战时期，日本人还搞过这个，就是他算一下，我这个气球升起来以后，大概多长时间就飞到美国了。因为太平洋战争时候呢，美国和日本打得不可开交，那么日本又没有航空兵能够去美国轰炸，他来了个气球轰炸。气球轰炸呢，他就用这种高空的空标气球带这些炸弹，他搞一个定时器，估计10个小时、20个小时以后就飞到美国上空，他就到那20个小时就自动把那个炸弹扔下来。但是因为它航迹完全不可控，
所以呢，这个不知道那个炸弹扔到哪儿去了，也完全没有办法预测和控制，说我是把它扔到城市，还是扔到一片荒野，根本没有。那美国呢就没有接到多少这种遭到空中袭击的这种报道，只是发生过几次莫名其妙的山火。因为咱们知道美国很多地方地广人稀，根本走多少里地也看不见一个村子，也看不见人，所以曾经发生过一些山火。然后预测呢，很可能是日本人的空飘气球炸弹产生了效果，但是没有任何根据，也没有什么落下来的残骸，都说不清。所以这个东西真正用于军事目的的比较少。美国现在紧张，其实也是杞人忧天。谢谢大家。